丈夫出轨，伙同小三将我扫地出门。我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，却把小三女儿领回来。他尊敬地叫着那个女人妈，对我这个生母罔顾人伦，谋财害命。重来一世，不孝子好日子的倒计时开始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粗紧的绳索将我的手脚磨得血肉模糊，瘦得皮包骨的身上全是密密麻麻的针孔。神色冷漠的护士司空见惯地往我身上注射药水，没有消毒，注射完也没有按压，动作粗蛮地注射完离开。我仿佛就像砧板上的鱼一样任人宰割。经历了长达1个月的折磨，我发现思维越来越混乱，反应也逐渐迟钝。我终于如他们所愿，要成为一个疯子，一个精神病人了。护士离开没多久，病房外传来一阵声音：都1个多月过去了，这贱人怎么还没疯？再拖下去，公司里那帮股东就要瞒不住了。不是说这个药连续注射就能让人精神错乱吗？说这话的是将我扫地出门的前夫江国华。这女人连被自己亲儿子出卖都没疯，这心理素质可比一般人要好得多。呵呵。前夫出轨的小三吴倩倩嘲讽的出声：爸妈，我有办法搞定这女的了。一个长相帅气、气质金贵的年轻男子带着喜悦的心情走进来。我查到现在有种药物专门治疗发狂的精神病患者，吃了之后会出现精神极度错乱、失忆乃至死亡等症状。国内是禁药，不过我托人在国外带回来了。所以江国华和吴倩倩心中瞬间了然，三人相视一笑。吴倩倩乐滋滋地说着：燕青真是我的好女婿，你的意思是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让你妈没办法开口。燕青邀功似的开口：对呀，反正我早就对外宣称他生病没时间精力支持公司大局了，只要他人不在了，公司股东也不好说什么了，最后不还是我说了算。不过咱是一家人，我的不就是你们的吗？三人一脸喜悦地围在一起，前夫欣慰地拍了拍儿子的肩膀，心酸的眼泪从我眼角流下。江燕青，我的亲生儿子，居然是导致我躺在这儿的罪魁祸首。当年做生意发了财的江国华出轨吴倩倩，为了逼我离婚，不仅家暴我，还虐待羞辱当时还在读小学的燕青。狼心狗肺的渣男前夫不仅将我净身出户，还拒绝给我儿子的赡养费，留我母子2人艰难求生。为了儿子，我什么脏活累活全都做过。抱着全身发热的他，低三下四的下跪拦车送他去医院，才让他没有烧成傻子。可我没有想到10几年后的今天，他居然伙同当年羞辱欺负过我的人来折磨我。我一个人打着3份工，饿着肚子，只为给他最幸福安稳的生活。为了在学校闯祸的他能继续在学校学习，我被他同学的家长殴打辱骂之后，还要低声下气地求他们原谅。他被小混混打得遍体鳞伤的时候，是我忍辱负重，用自己换了他的平安。那一夜的糟蹋，让我大出血，差点死在了漆黑冰冷的小巷子里。这些苦我都自己扛下来了。我白手起家，从路边摆摊干到全国连锁，从穷光蛋变成亿万富翁。我给燕青也长成了金贵优雅的富家公子，要学历有学历，要颜值有颜值。我以为我终于可以享清福了，结果我想错了。他带回来的女孩余瑶，就是小三吴倩倩和她前夫所生的女儿。
是前夫江国华和吴倩倩特地安排接近燕青的。于瑶一副瘦弱白莲花的样子，很容易激发燕青的保护欲，而且她也很会拿捏男人的心。燕青沦陷了，彻底沦陷在于瑶的温柔乡里。她忘记了他们对我们母子俩所做的一切，并和他们一起图谋我的财产。被我发现并拒绝后，将我关在了精神病院，并对公司宣称我压力太大得了精神病，打着关心的名义让我万劫不复。燕青亲自来给我注射药物，看着蓝色药液慢慢推进我的身体里面，燕青紧紧地按住我握紧的拳头。妈，你没学过打针，你可能会疼，不过这些都是你逼我的。我面目狰狞，满带恨意地瞪着他，看着他得逞的笑容之后，不甘地闭上了眼睛。但还好老天有眼，我重生了。啊！我惊呼着睁开双眼，发现自己正坐在装修精美的别墅里。妈，瑶瑶跟你说话呢，你居然走神打瞌睡，这也太不尊重人了吧！燕青穿着一身西装，满脸不赞成地看着我。我想起来了，今天是燕青第一次带于瑶回家吃饭，骄傲地宣布于瑶是他的女朋友。那时的我对于瑶的身世一无所知，虽然瞧不上于瑶的扭捏做派，但看儿子喜欢，我也不好多说什么，还是顺着燕青的请求，将于瑶安排进了公司。一入职就是中上层，将燕青的卡额度从30万提到了50万。我自己婚姻不幸福，但是我希望我的儿子能幸福，所以对于他们的要求，我从来都很满足。却没有想到，这是引狼入室的开始。于瑶一脸柔弱的假意替我辩解：“没事的，燕哥，我相信阿姨不是故意的，而且我一开始就知道，我这样的身份配不上燕哥。阿姨有顾虑也是应该的。”说完便自顾自地抽泣起来。见此状况，燕青更是没好气地瞪着我，忙哄着于瑶：“妈，你快给瑶瑶道个歉，你看她都哭了。”我冷哼着翻了个白眼，既然知道自己配不上，还来招惹，真不知道是啥心思。我眼神淡漠地瞥了一眼燕青：“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”燕青没看出我眼神里的冷漠，亲昵地搂过于瑶的腰。我和瑶瑶虽然才在一起2个多月，但我觉得这辈子我都不会再爱上其他人了。我们俩是真心相爱的，我对瑶瑶发誓，我非她不娶。妈，你会支持我的，对吗？我淡淡地看着他们情深意长，一语不发。瑶瑶近段时间创业失败，我本来想让瑶瑶安心的在家享福，不过瑶瑶闲不下来，就是想工作。妈，你就在公司给瑶瑶安排个职位吧，比如总经理这样位高活少的，比较适合瑶瑶。燕青还在喋喋不休地指挥着我，似乎他提出的任何要求我都不会拒绝。上辈子的确如此，可惜养出了个狼心狗肺的白眼狼，所以这辈子我才不会再掏心掏肺地对他了。创业失败，那就说明了他失败又愚蠢，把他招进我公司来败坏我公司的名声，来当扫把星。我经营的是公司，不是垃圾收容所。我是资本家，不是慈善家。我双手抱身，对脸色尴尬的于瑶进行挖苦讽刺。江国华和吴倩倩经营不善，负债累累，这些年东躲西藏的，而于瑶继承了吴倩倩的美貌和手段，靠着年轻的资本到处勾搭金主。创业失败，不过是被金主老婆发现了，被收拾得很惨。
也就是燕青这个愚蠢的恋爱脑才会相信他一戳就破的鬼话。被我奚落得一文不值的余姚脸色苍白地握紧拳头，眼神里快速闪过一丝恨意，随即眼神里又变成了柔弱可欺的模样。燕青也同样愣住了，几秒之后，随即大声幽怨地反驳我：“妈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怎么变成了这样一副势利的模样？你当初不是说全力支持我自由恋爱吗？瑶瑶是我唯一且真心喜欢的人，我不允许你这样说她。自由恋爱的前提是对方得是个人。”我玩弄地摩擦着手里的咖啡杯。OK， 没本事没能力我可以忍，不过人品方面我了解一下不过分吧。余姚，你家里人都是做什么的？抽个时间见个面不过分吧？此话一出，燕青和余姚的脸色像吃了屎一样难受，这让我的心沉入了谷底。上辈子，燕青一直阻止我调查他的家事，直到他们订婚，我才发现余姚一家的真正身世。燕青以死相逼，哭诉着他们之间的爱意之深，不可分割，让我成全他们。我一直不知道燕青是什么时候知道余姚他们的真实情况，可从他现在的脸色来看，我10月怀胎生下的好儿子，其实从一开始就知道余姚是吴倩倩那个狐狸精的女儿。心寒笼罩着我的全身。我父母出国了，他们都不在本地，他们在国外做生意不方便。余姚支支吾吾地撒着谎。我冷哼一句，继续追问：国外做生意，打个视频应该没问题吧？妈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咄咄逼人？我们还没结婚呢，瑶瑶有所顾忌也是应该的。燕青忙出面维护着他，都睡在一个被窝里了，有啥不好意思的？还是说你的父母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是罪犯、赌鬼，还是拉皮条的？我目光灼灼地盯着脸色苍白的余姚。余姚一脸求助地看向燕青，燕青立即为他出头吼我：“妈，你够了！”一脸心疼势必要保护余姚的状态。我轻蔑地盯着燕青：“燕青，你不是从小就讨厌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狐狸精吗？你忘了你当年说过的话了吗？你真的打算认贼作父，认三当母吗？当年他们怎么对我们的，你全都忘记了吗？”当年离婚净身出户的时候，燕青已经马上小升初了。我不信他不记事，我不信他不记得当年江国华为了吴倩倩和我大吵大闹的事，我不信他不记得江国华是如何抓住我的头发，用力撞墙，拳打脚踢的模样。燕青环冲过来抱住了我，惨遭江国华的一脚，最后惨兮兮地从医院醒来，一脸倔强地跟我说：“他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小三，他永远不会原谅他们，他再也不要爸爸了，他要跟我走。”可现在，他却为了一个小三的女儿，把这些全部抛之脑后。相比于他的不孝，我更恨他的背叛。背叛给了我致命一击的小三和渣男，还将我不堪回首的往事当众揭露。我的儿子给了我最大的伤害。面对我的质问，燕青板着脸不知道该怎么反驳，所以他恼羞成怒地质问我：“你居然私下调查我们，你一点都不尊重我，你怎么这么恶心阴险？你瞒着我就不恶心阴险了吗？”江燕青，我告诉你，有些事你忘得掉，我忘不掉。你要是非他不可，你就跟他一起滚。我10月怀胎生下你，再含辛茹苦地将你抚养长大，给你最好的生活环境，我对你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你要是选择跟他走，
咱俩的母子缘分也就到这吧。燕青见我态度强硬，气势也瞬间蔫了。余姚擦着脸上不存在的眼泪，抽泣地说着：“阿姨，你们上一辈的事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何必抓着不放呢？更何况我妈是我妈，我是我，干嘛将我们混为一团？最重要的是，燕青才是最无辜的人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你为什么偏要拆散我们？”一语双关，明着在劝我，其实暗里暗戳戳指责我自私自利，拆散他们。燕青这个恋爱脑被感动一塌糊涂，一脸心疼地搂着余姚：“瑶瑶，你的心意我都懂，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抛下你的。”说完转头对我怒吼：“妈！余姚，现在就是我的命，你不让我们在一起，就是要逼死我！”余姚也是老演员了，立马跪在地上哭诉：“阿姨，虽然当初的事与我无关，但是我愿意替我妈向你道歉。当年我妈和叔叔两情相悦，拆散了你们的家庭，是他们的错。但是我是真心的爱燕青哥的，我绝对不是图他的钱，我爱他的全部。你可以侮辱我和我妈，但你千万不要贬低燕青哥，他可是你的亲儿子啊！”燕青这个傻缺感动的落泪，见我还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，终于爆发了：“佟丽，你够了！瑶瑶都放下尊严来求你了，你还想怎么着？你压根就没把我当你儿子，你就见不得我幸福！”我嘲讽地冷哼着听他发泄怒火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当年的事就是你咎由自取，根本怨不得别人。你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，谁会喜欢你？你活该被出轨，活该被打。当年我就应该帮着我爸，你根本不配当我妈。虽然早有准备，可他的这些话还是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里，心脏骤疼了一下。我满眼嘲讽地看向他们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去找你爸吧。我算是明白了，我养不起你，也不配养你，你们给我滚出去，也别妄想从我这儿得到一分钱。”余姚本来幸灾乐祸的脸上瞬间僵住，赶忙拉了一下燕青的袖子。毕竟对于余姚这种人来说，钱才能扼住他们的命脉。不过很显然，燕青没有明白他的意思，自信满满的伸出他的手：“谁稀罕你的钱？就凭我这双手，我就能让我们过得衣食无忧。”我满脸玩味地看着自信满满的燕青和脸色僵硬的余姚，那我就拭目以待了。看着手机上发来的高额消费短信，我无语地翻了个白眼。我那傻缺儿子不会以为我只是给他开个玩笑吧？看着助理发过来的燕青搂着余姚进入高档会所的照片，我勾唇一笑：怎么会刷不了呢？这卡里明明有钱。燕青尖锐着嗓子质问柜员。周围的人窃窃私语地看着他们，余姚脸色不好地扯了扯燕青的袖子。燕青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在柜员不耐烦的神情中，重新拿出一张卡。在得到相同的答案后，余姚先忍不住质问：“是不是你们机器坏了？怎么会刷不了呢？”柜员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：“女士，我们这边的机器没有问题哦。”旁边的人也忍不住搭腔：“没钱装什么大款，还来这消费。”他们俩只好灰溜溜放下东西，在众人的嘲讽中离开了。佟丽，你凭什么冻结我的信用卡？听着手机里传来的愤怒的嘶吼，我挑眉：我的钱，我想冻结就冻结，你管得着吗？不是你自己说的，要靠你的双手吃饭吗？我给你机会，你怎么还不乐意了？电话那头静默了几秒钟，似被戳穿后恼羞成怒，恶狠狠地对我说：好，
没我给你养老，你就等着孤寡一生吧。你最好记住你今天的所作所为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到时候别来求我原谅。”电话猛然被挂断，我嘲讽地笑笑：“就这，谁孤寡还不一定呢。院长，我的这个条件领养一个孩子，问题应该不大吧？”得到肯定的回复之后，我嗤笑：“大号练废了，我就开小号，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我的威胁。燕青作为我的儿子，我太了解他了，眼高手低，干不成大事。原来我老爱操心他将来无法立足，如今倒好，省得我费力。至于我的前夫他们，呵，想到上一世他们的所作所为，握紧的指甲深深地嵌入肉里，都感觉不到疼痛。我自然会找他们好好的算这笔账，让他们付出代价。”狭窄的出租屋里，江国华一脸阴狠地看着燕青：“那个贱人真的不给你1分钱？”燕青没好气地点了点头。也不知道他怎么了，按照往常来看，他早就低声下气地找我和好了。这次他是铁了心的不理我。余姚母女脸色不好看地坐在一旁，燕青忙出声安抚他们：“不过你们放心，既然他不讲母子之情，那也别怪我不孝了。”江国华等人眼里闪过一丝金光。一夜之间，我被人 Q 的新闻火速冲上热搜，其中不乏水军在煽风点火地引导舆论风向。瞬间，我成为了众矢之的。而我的好儿子在此刻打来电话嘲讽我：“我说过会让你后悔的，你现在把公司交到我手上，再求我原谅你，我立马撤热搜，保证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一样。”助理心惊胆战地看着坐在椅子上的我：“没发生过？那我的名誉怎么算？公司的名誉怎么办？”燕青不耐烦的声音从手机里传过来：“本来就是事实，你本来就脏，还要什么名誉？至于公司的声誉，你就别管了，我和我爸会处理。”这就是我冒着被侵犯也要救下来的儿子，竟然觉得我脏。可当年要不是我，他早就被人打死了。既然如此，也别怪我这当妈不客气了。我说过，你们别想得到我的1分钱。既然你自己想和一帮老鼠过地下生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看着你们为钱计较的可怜模样，我真是又想笑又想吐。燕青愣了2秒，咬牙切齿地威胁我：“你都这样了，还嘴硬？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变成众人口中的荡妇。”我无视他的威胁。你真不愧是你爸的亲生儿子，总在幻想一些有的没的，天真又愚蠢。他话还没说完，我就挂断电话。现在跟他说话，我都觉得恶心。我怎么会生出这样的蠢货？助理颤颤巍巍地问我：“负面舆论发酵得太快了，对公司的声誉很不利，现在应该怎么办？”我嗤笑：“准备新闻发布会，记住要实时直播，把能召集的媒体都给我找来，顺便把公司新上市的产品带过去。我倒要让你们看着我是怎么逆风翻盘的。”看着底下不断窃窃私语和拍照的记者，我瞬间声泪俱下地哭诉着我遭遇的一切。大家只看到了我光鲜亮丽的一面，却不知道背后我遭遇了什么。我将离婚时独自带娃时的痛苦，创业时的艰辛，以及为了救儿子时遭遇的不堪，悉数告知给众人。说到情深之处，声音也不自觉地颤抖。当时我那不听话的儿子惹了大麻烦，没权没势的，我总不能看着他被打死吧？能用我的命换他的命，值了。可能这就是做母亲的无私吧。说完，
我拿出医院开的证明，这是当时住院时的证明。这在你们看来或许是一张标志着我被侵犯的证据，是我不干净的证明。可今天我在这里，我想说，这个世界上可能会跟我有同样遭遇的女性，她们或许无处申诉，被别人指指点点歧视，但我要告诉她们，这不是他们的错，是那些险恶之人的错，脏的不是我们，是他们。看着台下记者面上的动容，以及直播间内为我点赞的网友，我顺势拿出产品。在这个社会环境中，女性的生存空间本来就是狭小而又拥挤的。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，除了自己的努力，还少不了在座各位的支持。所以今天我准备了一点礼物送给大家，还请各位不要嫌弃。说完，我示意助理拿过去，也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，大家多多支持我这小本买卖，我也会尽全力给到大家最大的优惠。发布会结束之后，产品一度售罄，利润也不断的上涨。负面新闻被我母性的光辉所掩盖，股东们反对的声音逐渐消失。但是总有人会不开心。面色铁青的江国华几人正在看着挽回的场面，于是质问着燕青：“你不是说这是他最不愿提起的回忆吗？不是说会让他身败名裂，来求你吗？你看看现在。”燕青尴尬地向于瑶求助，于瑶脸色略显不耐烦，转过头。于瑶的妈也面色不善地看着燕青。当初可是看在你一片真心对瑶瑶好的份上，才答应你们在一起的。现在你什么都没有，那个贱女人什么都不留给你，我家瑶瑶嫁过去就是吃苦，我看这段关系还是断了好。燕青一听慌了神，不行，我是绝对不会和瑶瑶分开的，只要给我时间，我会让瑶瑶过上想要的生活。江国华在一旁不屑：“还要什么时间？你把你妈的财产搞到手，不就好了吗？还不用你去奋斗，也可以让瑶瑶不浪费青春。”于瑶也在一旁附和着：“对呀，燕哥，女孩子最宝贵的青春我都给你了，再过几年我都人老珠黄了，而且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，还有她。我想给他一个优渥的生活环境。”说着牵着燕青的手，抚摸着她的肚子。燕青一脸震惊，颤抖着问：“你是说我要当爸爸了？”于瑶羞涩地点点头。燕青随即表示：“你们放心，我妈的财产一定会在我手上的。她对我心软，只要明天我回去跟她认错，他就一定会原谅我的，毕竟他就我一个孩子。”于瑶眼里闪过一丝不耐烦，但还是扯着笑脸应付着。看着大早上跪在家门口的燕青，我内心毫无波澜。他声泪俱下地哭着求我原谅：“妈，是我鬼迷了心窍，才对你做出那些荒唐事儿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就原谅我吧。”边说边扇自己耳光，演的那叫一个情深意切。我冷哼着问他：“你和于瑶分手了吗？”燕青愣了一下，沉默不语。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子，这也要那也要，什么都割舍不了，那我祝你们一样都得不到。燕青的脸瞬间铁青，一脸愤恨地瞪着我。看他这副忍辱负重的样子，我不由得想笑。是你自己要跪求我的原谅，如今你这副样子倒像是我逼迫你的。既然觉得丢脸，你就滚远点。燕青暗自握紧拳头。怎么会呢？我这次来就是求您的原谅，如果你不原谅我，我就跪在这不起来。我闻言眼睛一亮。既然如此，你就一直跪着吧，反正我是永远不会原谅你的。说完，我正要关门，
便看见恼羞成怒的燕青颤颤巍巍地站起来。我都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就算我向媒体发布了你的往事，这不没事吗？还让你赚了一大笔，说到底，你还得感谢我。我忍住反胃的心，看着他这张像我又不像我的脸。果然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你们俩简直是一丘之貉，都令我作呕。母子断绝书我会托律师给你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，更别想从我这拿走一分钱。燕青得意的脸色瞬间皲裂，尖锐着嗓音质问我：你要跟我断绝关系？你就我这一个儿子，没了我你还能靠谁？我不屑地笑笑，示意阿姨把孩子抱过来，将不满周岁的孩子环抱在怀中，看着不可置信的燕青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刚收养的儿子。燕青冷笑着，你宁愿和一个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生活在一起，也不愿原谅我。我不可否认，有时候这血缘关系还比不上陌生人。一想到你身上流着那个凤凰剑男的血，和他一样的脾气秉性，我就犯恶心。所以呢，你就随他去吧，反正就算我死了，我也做好了财产分割。你放心，你一分钱也得不到。忽视他的脸色，我继续说道：说实话，我真期待看见你以后过着如同阴沟里的老鼠般的生活，跟你父亲一样，肮脏又令人作呕。哪来的就回哪去吧，我就不送你了。说完，我示意阿姨关门，不再去理会失魂落魄的他。什么？他跟你断绝母子关系了？是不是一分钱都拿不到了？你不是很有信心可以拿捏住你妈吗？余姚大声地质问着燕青，江国华两人也在旁边板着脸一语不发。燕青看着眼前面目狰狞的余姚，突然陌生感涌上心头。瑶瑶，你相信我，我会给你想要的生活，你只需要给我一点时间。余姚直接不装了，满脸嫌弃地看着他。你自己几斤几两心里没点数吗？要我指望你过上好日子，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？说完便将燕青推到门外。以后我都不想看见你。燕青挣扎着，不行，瑶瑶，你还怀着孕，孩子不能没有爸爸。你想让他出生在不完整的家庭里面吗？余姚闻言嗤笑，你太天真了，那只是我随便编的借口而已。你不会真以为我要给你生孩子吧？燕青失魂落魄地呆立在门外，听着屋里的三人不断地咒骂他的亲妈无情，还有骂他不中用。看着手机里助理发来的他们三人的近况，江国华两口子还在靠着余姚招摇撞骗，钓金龟婿。燕青自从被余姚他们抛弃之后，一蹶不振，终日消沉买醉，跟流浪汉没什么区别。我看着照片上所谓的金龟婿，淡淡的勾起唇。把这些照片交给一个人，接下来的故事一定会很有趣。助理闻言照做。于是原配打小三的戏码如愿登上了热搜。江国华两口子借此机会想要大额一笔，被原配找来的打手打断了吴倩倩的3根肋骨，还将江国华的右腿打瘸了。原配还将事情做绝，把余姚弄毁容了，彻底断了他们的财路。现在一家3口躺在医院，还没钱付医药费。于是余姚又想到了燕青这个冤大头。不过就在燕青赶去医院的路上，出了车祸，生死难料，现在一家人全躺在医院了。听到燕青车祸快不行了的消息的时候，我微微挑眉。挺好的，至少在他要死的最后，还是跟他最爱的人躺在一个医院里，他会开心的。
助理纠结地看着我，真的不去看看吗？我不以为然地逗着怀里的小孩子，母子一场，他的葬礼我是肯定会去的。按照他的习惯，不喜欢太昂贵的东西，就一切从简吧。你帮我去买最便宜的骨灰盒，顺便找块简朴的墓地送他一程。助理微微一愣，忙点头照做。至于江国华那一家子，老弱病残，反正有人收拾，又掀不起多大的浪了，谁还会在意呢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